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被逼无奈和他假结婚的。我们只是开个红娘馆，做点小生意，赚点小钱，怎么就转入这么多江湖恩怨呢？太不可思议了！这信息量太大了，根本没法消化。难道说这就是所谓的江湖险恶吗？小熊，你娘把你留在红娘馆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不单是为了保护我吧？不许卖萌，老实回答问题。我亲妈根本没打算带我走，一开始只是闭关罢了。提前出了关是因为组里出了大事儿。什么大事啊？李氏灭门案，你们记得吗？哎，我知道，长安城南的李氏灭门惨案太惨了，全家几十口人全死了，包括2个几岁的小孩，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。老太太就是一位族老，这事儿是组里的叛徒做的。那跟你娘有什么关系呢？他在调查整件事情，一方面把我放在你们这儿是为了避祸，另一方面是怕我拖累他。他在追查孟喜娘呢。跟我娘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事可以证实孟喜娘不是叛徒。但是李氏灭门惨案也证实了叛徒是10个长老猪的一个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他是有权利号召族里对违背族规的人进行惩罚的。所以你俩还是警惕点，以后不要分床睡了。你一个熊孩子，管得还挺宽。如果不是因为我管得宽，那天替你们拖延时间，你们就危险了，都快成剩男剩女了，还玩什么假结婚呢？你不吐槽能死啊？我说错了吗？你看这个双鱼男和彪悍射手女都贞洁了。哎，你把话说明白啊！双鱼男怎么了？你说谁是彪悍女呢？人都去哪儿了？来客人了！来了！你们好，请问2位来红娘馆有何贵干啊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来这儿当然是相亲了。如果买药，我就去药店了。伙计这么棒，一看就肝火大，是该去药店买点药啊。你怎么说话呢？这位兄台也是来相亲的？正是。啊，那就里面请吧。好。既然是来相亲的，就请2位先介绍一下各自的情况吧。好，女士优先，师妹啊，你先说吧。不，师弟，你先。哎，还是师妹先。师弟，听师姐的，你先。停！这位自称是师兄的师弟，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师兄还是到底是师弟。但你是男人，你大气，你先说。我们是兄弟说话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怎么跟我老婆说话呢？怎么跟客人说话呢？你们这样总是谦让也不是办法，要不石头剪刀布解决？算了，那还是我先说吧。不，我先。好，你先。这样一来，就显得你比我大度。还是你先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好，那我先说了，在下田经纶是青城派的大师兄。错，我才是青城派的大师姐。我们先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让他说完好不好？对呀。你继续。我跟旁边这位啊，我俩是掌门的候选人。从小到大，我俩就一直没有分出高下。师傅呢，也就一直没法决定究竟由谁来继承掌门的位置。这不，近日啊，师傅突然想到了一个能够最终决定掌门归属的办法，那就是我跟他，谁的另一半更优秀，就由谁来继承掌门的位置。这也就是我来你们这儿的原因了。也是我来你们这里的原因。那你也介绍一下自己吧。我周冰倩，青城派的大师姐。我来这里的原因，也就是他来这里的原因。我对相亲对象的要求很简单，只要比他高、比他富、比他帅就行。那你的条件呢？那我也很简单，只要身材比他好，长得比他漂亮，学识比他高就行。你就别白日做梦了，你说的那样的人啊，还没出生呢。那总比你想的该好吧？你说的那种人啊，早就死绝了。你是夜郎自大，你都市小贫，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你痴心妄想。你是就是燕窝吃窝头，你暴殄天物。你混蛋！你跑走！不好意思，打断一下，你们这样的条件，恐怕佣金会比较高啊。佣金你不用担心，我给，一定比他多。好啊，那就比好了。那就一言为定的，2位先回去等消息，1周之后通知你们前来相亲。等等，在下还有一个要求。我也有一个要求。你说。你先。我想跟2位女士单独谈谈。好，没问题。
我想跟你们两个半男人单独谈谈。实话跟你们说吧，她呢，是我的前女友。我们感情一直都很好，都因为她太要强了，又不能接受我比她强，所以才导致了分手。其实他是我的前男友，我们的感情很好，但是都是因为他太要强了，不能接受我比他强，所以导致了分手。这可能是我跟诗蜜的最后一次竞争了。其实我早就不想跟她争了，只是因为她喜欢，所以我才故意配合她。所以这最后一次啊，我想让她赢。这么说，你还爱着他了？其实我这心里头啊，我这心里头一直都有她。我们懂了。我不管花多少钱，你们使出什么样的手，我都要赢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。问，你跟他之前是男女朋友，那现在爱他？要你的。你们成年人的世界真是奇怪。那我的事儿就拜托各位了。放心吧，我跟你们说的话都记住了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们都记住了啊。真是般配啊！你都看出来了？切，我可是老江湖了。我都被自己的机智征服了。经过1周的精挑细选，我们已经为2位挑选好了相亲对象，不知道2位谁先看呢？他先。好，那就我先。有请田先生的相亲对象。这位小姐芳名黎诗诗，身高1米76，体重52公斤，3围分别是88、58.6、88。她是第32届长安选美大赛的冠军，长安秘密内衣的专属模特，是第109届诗歌大奖赛的总冠军，蝉联了第21届、22届、23届女工大赛的冠军，并且是获得了第51届书法大赛的特等奖。田先生怎么样？对我们为您挑选的相亲对象还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。好了，有什么呀？不就是个胸大无脑大傻妞吗？有什么呀？赶紧把为我准备的相亲对象请上来吧。好嘞，下面请出周小姐的相亲对象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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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这都是什么人啊？说好的郭富帅呢？赵小姐，您先别着急，听我慢慢为您介绍。看这第1位，颜值多高啊，绝对是原装的。你再看他长得多高呀，曾经是长安篮球队的队长。再看这第2位，家里条件那可真是富可敌国啊。当然了，长相方面呢，不太符合大众的审美，但是也是有好处的，对减肥那是相当有疗效啊。你饿了看他一眼，哎，保证你绝对不想吃东西了。再看这第3位，来凹个造型。哇塞！我跟你说，他绝对是生早了。要是放在几千年后那个看脸的世界里，他绝对是个超级明星啊。不过现在呢，他只能是一个帅气的乞丐。几千年后，要放在几千年后，他就成木乃伊了。要都这么好，你全都自己留着吧。不是，哎呦，我怎么跟你们说的？你看你干了好事，你等着，师妹。白忙活了，佣金可能都泡汤了。我真不应该那么机智的。唉，这年头，做个好人难，做个好红娘更难。我猜他们肯定会回来的。你来干什么？还嫌我输的不够惨吗？还来看我笑话？你根本就没输啊，输的人是我。行
行了，别得意了，带着你那个熊大无脑的大傻妞，回去做你的掌门人吧，谁稀罕呢？掌门是你的。你有了那个大傻妞，你连掌门人的位置都不要了。我怎么可能为了那个大傻妞而不要掌门的位置呢？我的意思是，我输了，因为你找到了一个比我更好的人。你得了吧，就那3个歪瓜裂枣，哪赶得上你呀？我说的也不是那3个歪瓜裂枣啊，是谁啊？是我。我不懂。刚才在红娘馆的时候，我看见你受了委屈，哭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你哭，我才猛然地发现我自己有多么的爱你。我不能忍受你受一点委屈，所以从此以后啊，我让着你，我宠着你，我再也不跟你争了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再往西。我也不会再是以前的我了，我会是一个更好的我。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你放心，我也一定会变成更好的我。不过现在是你先打破僵局，先向我表白的，所以呢，你要对我更好一点。所以呢，继承掌门人的位置应该是我。好，你来继承掌门人，我听你的。那你都不好奇我为什么非要做掌门人吗？为什么呀？之前是为了呢，我做了掌门人就可以一直把你留在我的身边啦。现在是因为我怕你做了掌门人之后，身边会有一大群美女围着你转，你会把持不住自己。我都是为了你好。谢谢。哎呀，制造各种证书花了2两银子，怎么花了那么多钱？那都做的够假了。 3个男模特花了5两银子，有一个长那么丑还花那么多钱？丑的只花了8钱。这还差不多。女模特没花钱。你说，女模特为什么没花钱呀？是我前女友的姐姐，前女友？你都有前女友啦？几年了都。不过真伤心，她居然为了个烤红薯就把我给甩了。女人啊！没关系，等你长大了，缘分到了，自然就会有女朋友了。你都结婚了，我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这么一算，我们一共赔了7两银子。破台消灾了啊！你们为我找到了如意郎君，又为他找到了绝世好爱人，我们怎么可能让你们亏钱呢？太好了，你们总算回来了。我们呀是特意回来感谢你们的。你看你们为了我们这次相亲，可以说是用心良苦。我们呢也学到了很多东西。但是啊，又是但是，但是怎么样？但是你们的佣金还是要打折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结婚啦，我们要买房买车，用钱的地方多得很呢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手头就没那么宽裕了，所以你们的佣金就没办法给你们那么多啦。好吧，好吧，你们结婚我也替你们高兴，那就打个5折，50两。 50两，太多了吧那你觉得多少合适啊？40两。 40两不行，4谐音4很难听的，我不喜欢这个数字。就是5好嘛。我更喜欢3，就30两吧。 30单数不好呢，20两，20两。 20两不行，2很难听哎。
事。啊！我求你们了，就让我2吧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吧，那就20来好了。一定要幸福哦！谢谢你，你们也要幸福啊！对，大家都要幸福。我快点，再见。拜拜。这几天总算明白了，你们都有提成了。玲珑姐姐，2个消息，想先听哪个？坏的那个，我刚才发现，我前女友姐姐的那条礼服是我们买的，花了多少钱12点又900钱。对呀，还赚了100钱。哎，你们在干嘛？你别装了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吃亏的是我。走。小点声，新知县还没听到。玲珑姐姐，有病别拖，我相信申哥哥，但是不相信你。申哥哥，你以后还是得防着点他。OK， 我一定会小心再小心的。小熊，我平时对你那么好，你有没有点立场啊？好。那个说正事儿，你睡里边是外边？外边，万一你要非礼我，我好跑呀。玲珑，之前的假结婚虽然是为了解你的燃眉之急，但仍然是我十分愿意做的事情。只要你愿意，你将来一定会是我的正妃。之前的婚礼虽然有我的母亲在场，但仍然过于草率。这样吧，等月下的事情尘埃落定以后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完美的答复。突如其来的走心，有点让人猝不及防。以后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突然？